眼前看到的就是举世闻名的长江，这里也是属于三峡库区，对面就是一座城市，叫做丰都。一听到这个名字，大家脑海中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很多影视剧中描述的丰都鬼城。在影视剧中经常看到、听到的丰都鬼城，是否真的存在？当然，确实是有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座山上面，就是在长江边上面，它里面就有我们经常说的鬼门关、奈何桥、黄泉路、阎王殿，应有尽有。今天就来看一看真实的地府以及我们刚刚说的奈何桥那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和我们想象的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地方就是重庆的丰都鬼城。过奈何桥喝孟婆汤，一般这个流程大家都非常熟悉。在丰都鬼城一进来，首先看到的就是奈何桥。奈何桥就是这个样子的，它长是7.2米，高3.95米，桥面宽2.5米。桥下呢有一个方形池，长1.2米，宽2.15米，名曰雪河池。在《西游记》中有对雪河池做了详细的描述，鬼哭狼嚎一样的。奈何桥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存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桥是建于明朝朱棣年间，就跟湖北的武当山一样，也是属于朱棣兴建的。为什么会说到朱棣？武当山是道教的，那这个奈何桥其实是中国道教和中国民间神话观念中送人转世投胎必经的一个地点。在奈何桥边上有一个叫做孟婆的年长女性神祇，给予每一个鬼魂喝一碗孟婆汤，遗忘前世记忆。朱棣比较信奉道教，很多建筑武当山、奈何桥都是属于那个时期建设的。关于奈何桥，其实有好几种说法。一种是因为我们常说的看电视剧中鬼府就是地府，有一条河流叫做奈何。另外一种说法是汉语中无可奈何之意，刚好对应了人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还有呢生活一生中的一些无奈。奈何桥下几千丈，云雾缠绕，等待来生。什么是道？谁也不知。奈何桥，奈何前世的离别，奈何今生的相见，无奈来世的重逢，这些都是形容一些奈何桥的。也经常这样说，过了奈何桥，应该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奈何桥呢是有3座桥，并不是一座桥。经常说的走奈何桥、过鬼门关，还有喝孟婆汤。奈何桥过去了一点点就是鬼门关。那一般它这个桥是分为金桥、银桥的，进去是走一座桥，回来是走另外一座桥，并且呢，先迈左脚、右脚都是有详细的说明的。这座桥差不多700年的历史，很多还是原版的。最左边那里还有彼岸花。同样在奈何桥上面有很多雕刻，大家能看得出来这些是什么吧？我是感觉是龙，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同样的，在每个平面上雕刻是不一样。我们现在去奈何桥上面走一走，当然这个比喻形式的，真正的奈何桥肯定不是这种的。那么按照之前的说法，奈何桥走多少步，先迈哪只脚，走哪一座桥，代表什么都有说法。因为它这个桥分为金桥、银桥嘛，然后进走一条，出走一条。现在我们上去走一走，它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几步走完代表了爱情，几步走完代表了事业，都是有这种说法的。我们现在刚好是在桥的最高处。那么按照之前的说法，这个奈何桥啊，男应该迈哪只脚，女应该先迈哪只脚，都有讲究的。奈何桥按照以前的一些说法，年轻单身者需要3步跨过桥面，男性先迈左脚，女性先迈右脚。夫妻或者恋人牵手一起走呢，9步要走过全面，男左女右，必天长地久。年幼者或者年长者可3步以上跨过去，
同样呢是男左女右，但必须是单数，如5步、7步、9步等等。如平安跨过者为好人。在神话当中讲述，如果跨不过去的，就会掉落到桥下面的水池当中，遭受痛苦的折磨。奈何桥在古代是有这种说法的，它总共是有3座石拱桥一样，左边是金桥，右边是银桥。特别是下山的时候，就是传说要走两边的桥，过金桥能升官，走银桥则会发财。这是当时古代的一些神话，一些含义。那这些就是奈何桥的一些故事，一些传说。当然还远远不止，我们只是说到一部分。这就是孟婆汤，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还以前来没有，但是我听说夏天是有一些酸梅汤、酸梅茶，这些是特别有意思。丰都鬼城其实是有很多建筑的，刚刚看的奈何桥，还有所谓的孟婆汤。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也隔得不远。其实关于丰都鬼城的故事，在2000年多有，就是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个传说。我们现在看到丰都鬼城是经过修缮的，三峡大坝还没有建立之前，丰都鬼城听说是在下面，现在呢已经被淹没了。现在准备去看一看鬼门关，还有黄泉路。在奈何桥旁边一点，就是俗称的鬼门关。鬼门关前面16只鬼王，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多人经常说鬼门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就能见识到了。顺便看一下16只鬼王有什么样子的，因为鬼呢跟我们现实生活中以前是对照的。整个鬼门关前面有16只鬼王，2只小鬼。那鬼王跟小鬼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先来看看这些鬼王吧。那么这些鬼王具有代表性，他每个都写了。像这个是什么鬼呢？看到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小孩在这里嬉戏，在打闹，就是淘气鬼。那么就形容我们说小孩子很调皮，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在大人怀里撒娇，这些调皮捣蛋。那这里也是一样的，淘气鬼。那么这个可能大人就在我们说的整治，或者说叫小孩不要调皮咯，就类似这个意思。住海鬼相当于是在海里面的。我们说鬼城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这就是在水里游的。有鱼头住海，那么就海里的事情，海里的亡魂是归他管的。这里又是另外一只鬼王，叫做食肉鬼。什么意思呢？听名字大家都知道吧，喜欢吃肉。因为大家有些人喜欢吃肉，有些人喜欢吃素嘛，荤素搭配等等。那么这个代表的要无肉不欢，天天要吃肉，餐餐要吃肉。经常说饱读诗书，文人墨客、秀才、进士、举人，这些证明是读书人。你会写诗，在古代呢算是才人。那这里呢就是代表有才的鬼，笔墨、书籍，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完全都对应上了？所以这个地方16只鬼王就代表了16个方向、16个类别。那么最前面呢就是鬼王关，鬼门关前面还有2只小鬼。小鬼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这样的说法吧，在《西游记》还有其他的一些关于鬼门关的小说都介绍了，传说人死后要到地府发落，必须经过这座森严的关口。要过去，不是说你直接过去的，就跟我们说安检一样的，要查你的证件。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在鬼门关前有2只小鬼呢，就查你的证件是否符合要求，是不是你真的能走过去。还有呢，在这里要分辨一些我们经常说的善恶等等这些。我们现在一般是叫通行证，或者是出国叫做护照，在古代是讲究录影。
那2只小鬼就在这里查验。为什么是小鬼不是鬼王？因为做这些事情的话，不可能是领导来做嘛，那可能就是员工。在这里的含义就是这个样子。鬼门关历史其实是非常悠久的，有2000多年。当然，现在这个是属于复建的。晚上这个地方肯定是不能走的，天黑前必须要离开。鬼门关一过去，大家猜是哪里？就是黄泉路了。这个黄泉路也是根据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一个故事前来改造的。那么我们俗称的黄泉路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就行走在黄泉路上面。经常说的含笑九泉，其实指的就是黄泉。这个根据东周列国志郑国的故事，就郑庄救母来演绎，来后面经过我们说的书写描述，变成黄泉路的。那么这个黄泉路在影视剧中呢，描写的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里是景区，可能就弄得比较简单，大概也就是100米长度吧。还有一点，我们说黄泉路，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黄泉路。陕西西安有一条马路啊，被称为黄泉路。那么这个地方在景区呢，被称为黄泉路，也不奇怪了。那这里呢，还有一些黄泉路修建的一些记载。丰都八景，因为丰都鬼城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东汉的那个时期就差不多有了，所以呢，经过2000来年，经常是修缮的，那自然而然呢，有一些重修的记录。奈何桥、黄泉路、鬼门关这些我们就看完了。我们现在来欣赏一下丰都鬼城的整体样貌。